那接下来紧接着我要邀请到的是 Microchip 资深系统工程师张长轩资深系统工程师上台来与我们进行分享，我们掌声有请。那我们的工程师今天要与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使用 PolarFire SoC FPGA 建立高功率效率的嵌入式解决方案。那我就把主持棒还有时间交给您喽。好，各位先进朋友，大家好啊！我是 Alan， 那很高兴这次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 SoC 等级的 FPGA。那我们今天本来我是系统工程师，我们今天本来有另外一位应用工程师 Vishak 要跟大家介绍，但是他临时有事没有办法参加，所以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今天的内容会跟大家看一下什么是 SoC 等级的 FPGA。大家一般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 ASIC 的 SoC。那其实 FPGA 也可以做 SoC， 然后它跟 ASIC 最大的差异是 ，ASIC 的硬体电路是固定的，但是我们 FPGA 的 SoC 在硬体的部分也是可以动态编程的，所以不管是在处理器的部分还是硬体的部分，我们 FPGA 的 SoC 都可以把它做动态的编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agenda，大概会跟大家介绍几个部分。第一个会跟大家介绍。我们这种 PolarFire SoC， 它是我们业界第一个用 RISC-V 架构为 base 的 SoC FPGA。像是 Intel Xilinx 他们也有 SoC 等级的 FPGA， 但目前像是 Intel Xilinx 他们的 FPGA 采用的处理器都还是用 ARM base 的架构。那 Microchip 的 FPGA 是目前业界第一个采用 RISC-V base 的，所以目前在我们的 SoC 里面，我们有一个 RISC-V 的处理器。那第二个部分会跟大家介绍我们 PolarFire SoC 的验证平台。那第三个呢，我们今天会带来一些 demo。那 demo 的部分我们会包含第一个，我们叫做 AMP 的一个 demo， 我们有一个非对称性多核心的处理的 demo。那第二个呢，我们会展示用 Linux 来运行 OpenVX。这两个 demo 呢，等一下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这两个 demo 今天也有在现场，在我们后面的摊位，所以等一下会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展示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我们后面的摊位，我们可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的展示的内容。好，那第三个 demo 我们会介绍 H.264 的压缩 with Linux。刚刚有介绍到我们的 SoC 是有 FPGA 加 SoC， 所以我们有硬体电路也有处理器，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处理器来运行 Linux。那在硬体电路的部分，我们可以做 H.264 的压缩。那我们也会介绍我们如何软体、硬体一起协同工作。然后第四个是我们做了一个 Bare Metal 的 Image Signal Processing， 我们简单的用 Bare Metal 来控制我们的影像处理。好，第一个部分介绍我们的 SoC。我们家的 SoC 的 FPGA 朝向的应用的对象呢是比较偏向边缘。那现在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多的边缘，或我们大家说边缘运算。或者甚至到一些 IoT 的装置，那在这种 IoT 的装置或者边缘运算，我们会遇到几个主要的挑战。我们这边列了4个主要的挑战，包含针对热的部分有限制；第二个，针对功耗的部分会有一些低功耗的需求；第三个呢，针对 Safety、Security 会有需要更多的安全性功能，尤其是在我们的嵌入式系统里面，我们会需要有更多的安全性功能在里面。那第4个当然就是我们会有 real time 的需求，像我们的机器人或者跟车用相关的车载，都有很多是跟 real time 需要有这种即时性的恢复功能。好，这是我们前一代的 PolarFire FPGA， 它还没有处理器在里面。可是我们 PolarFire FPGA 是目前业界唯一用 Flash base 的 FPGA。用 Flash base 的有2个很大的好处，第一个是它可以降低功耗，功耗比较低。所以先解决了 low power 的问题，然后第二个 Flash base 可以避免 FPGA 有可能会碰到的我们叫做 soft error， 有信赖性的问题。可是我们是用 Flash base 的架构，所以我们的信赖性也是特别的好，所以可以解决 soft error 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跟 security 相关，我们在 PolarFire 已经有内建了很多跟安全性功能相关的功能在里面，所以基本上4个挑战里面，我们的 PolarFire 已经先解决3个了。然后到了我们最新一代的 FPGA， 我们把它叫 PolarFire SoC， 里面内建的一个 ARM
就是以 Intel 跟 Xilinx 他们内建的 processor 都是 ARM base 的，但是我们是业界唯一用 RISC-V base 的处理器架构，所以我们建立一个 RISC-V 架构 base 的 SoC FPGA， 然后我们里面可以支援所谓的 AMP mode， 它可以支援丰富的 OS， 我们可以 run 像是 Linux 啊、Yocto 等作业系统，可是同时间我们可以利用 AMP mode， 同时来执行 real time 的应用。那执行 real time 的应用，它需要有能够确定性的时间。那等一下我也会简单的跟大家介绍，我们如何做这个 AMP mode， 同时又可以 real time， 同时又可以执行比较丰富的作业系统，像是 Linux 之类的。好，那接下来介绍我们的 FPGA 的一个特点哈，这是绿色的部分是我们的 PolarFire SoC。那旁边蓝色、黑色跟红色是我们同级 SoC FPGA 的竞争对手。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虚线，在6500个 core mark 的状况下，我们的 power 大概是1200瓦左右。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同级的对手，大部分都是 ARM base 的。下面可以看到，包含 Cortex A9， 包含 Cortex A53， 他们在一样的6500的 core mark 下面，他们的功耗的消耗大概都超过2000 mW， 甚至超过3000 mW。所以这个是结合了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我们的 FPGA 本身 Flash base 的特别的省电，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个 RISC-V 为架构 ，RISC-V 架构因为它可以做到基础的指令集，再加上扩充的指令集，所以使用者可以很自由的去选择他想要导比较 high performance， 还是他需要比较低功耗、低成本。所以在这个自由度下面，我们选择了 RISC-V 架构的 processor。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功耗上面的表现跟同级对手一样的 SoC FPGA 来讲，我们大概可以减少了一半。这个部分跟大家介绍热的部分的差异，我们把一样的电路设计放在两个不同的 FPGA。大家知道 FPGA 是可以动态的去 program 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一模一样的电路放在两个不同的 FPGA 上面。左边是我们的 PolarFire， 右边是我们的同级对手。可以看到左边大概消耗 2.7 mW， 但右边的同级对手大概是 5.4 mW， 所以我们的功耗消耗大概差了1倍。这个功耗消耗还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就是热的影响。我们的IC 的表面的平均温度大概是52度，那我们看到同级竞争对手表面的平均温度大概到了72度，所以以温度来讲大概就差了20度。那这个温度的差异会带来什么样好处呢？所以说，在我们的 IC 上面，我们不需要加装额外的风扇或者散热片来解决热的问题。这个在对整个硬体平台来讲，你选择了 PolarFire SoC 也是一个节省成本的方式。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散热片，也不需要额外的风扇。这个图跟大家介绍我们一下我们 PolarFire SoC 的架构。那这张图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我们的特点。下面灰蓝色的部分呢，是我们原始的 FPGA， 它就是负责我们硬体电路的部分。那上面白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SoC， 我们再叠加上了一个 RISC-V 为基础架构的 processor。那这个 processor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5核心的架构。最左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1+4的处理器。最左边的那个，我们就把它叫做 monitor core， 比较负责用来做监测用的。右边有4个 application 用，是用来做主要应用的，所以里面总共有5个核心。然后这每个核心呢，它最高的运行可以跑到667 MHz。然后在我们的架构上，大家还看到我们左边我们有支援 Secure Boot，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我们可以去动态编程的一个 L2 的 memory 的系统。然后我们也内建了 DDR4 的 controller。然后我们还有很多低速周边。那这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SoC 等级的 FPGA 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利用处理器来运行，包含像作业系统或者是一些低速的周边。可是，在我们的实际应用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高速的界面，或是一些包含影像处理，需要比较大量的资料处理。我们都可以把这样的电路去放在下面的 FPGA。高速的部分，我们把它放在灰蓝色的部分。然后我们中间呢有一个 on-bar bus 的 switch， 我们可以透过 on-bar bus 这个汇流排，让处理器还有我们的硬体电路去交换资料，所以这个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我们在设计我们要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决定说，
我们这个功能到底是速度取向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下面的，用硬体电路去加速。那这个功能如果它所需要的速度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RISC-V 架构的处理器上面来运行。接下来介绍我们目前的有2个验证平台。目前 PolarFire SoC 有出2个验证平台，第一个我们叫 IC-CoKeep。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块板子哈，中间的部分银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PolarFire SoC， 这个已经量产了。然后它的周边，我们从右边看起来，我们有2个 Gigabit 的 Ethernet port， 然后在下方我们有 Micro Bus 可以做扩充，然后在图的最下方我们有 PCIe 的 Connector， 所以需要一些高速界面，我们可以利用 PCIe 当作界面来传输资料。那左边的部分呢，我们有内建烧录器。这个烧录器呢，我们可以用来做烧录或者 debug 相关的功能。然后大家再往上面看，我们有一个 eMMC 的 Flash， 这个 eMMC 的 Flash 有8 GB， 这个可以用来我们储存 Linux 的 image。因为我们现在 SoC 里面可以运行 Linux， 所以我们可以把 Linux 要的 image 存在这个8 GB 的 Flash 上面。那如果目前8 GB 的不够用的话，我们还有支援 SD 卡，我们可以透过 SD 卡做扩充。把比较大的 image 放在 SD 卡，这是我们第2个验证平台。我们第2个验证平台是跟影像处理比较相关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Video Key。那 Video Key 呢，它会多了比较多跟影像相关的 interface， 所以包含它有 camera， 包含左边的部分有 HDMI， 那 HDMI 的部分我们有传送跟接收，它会多了比较多影音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些跟影音相关处理的，我们可以选择这块板子。然后它一样下面有内建 PCIe 的 connector。好，那接下来介绍我们的 demo。demo 的部分，我们今天在后面带来的是 AMP。AMP 跟 SMP 这种对称性跟非对称性。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差异。左边是 SMP， 它会用4个核心同时运行一个作业系统，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SMP。那右边的部分就是 AMP。AMP 的话，我们可以让这4个核心同时运行2个不同的作业系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左边3个核心运行了 Linux， 用右边第4个核心用了 FreeRTOS。那它的下面有一个 Share Memory， 可以让这2个作业系统之间彼此交换资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好处是，我可以用 FreeRTOS 去处理一些比较 real-time 的 application， 包含处理一些 sensor 的界面，我可以用 FreeRTOS。可是跟一些GUI啊，或者是 application， 我需要 build 在 Linux 上面开发的话，我可以用另外3个核心来 run Linux。好，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 demo 哈。那这个图示可能我先简单的跳过，它里面主要看到我们放了2块板子。板子的话有分一个运行 real-time 的 FreeRTOS， 一个运行我们的 Linux。那它彼此之间会交换资料，透过他们的 Share Memory 互传资料。然后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我们后方看到，我们就有这块板子。等一下我们敲击这个板子的中间，我们2边的板子会分别获得不同的时间戳。然后我们获得不同的时间戳，我们会透过 real-time 的 application 把这个时间戳的资料传给 Linux。然后 Linux 会再收集另外一块板子的时间戳，去比较时间戳的大小，借此判断我们敲击的位置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然后这个 AMP 的 demo 我们就放在后面，然后欢迎大家等一下直接到我们的单位观赏。第2个 demo 叫 OpenVX， 我们利用了处理器来做影像处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 FPGA， 上半部就是我刚刚讲的硬体的加速电路，下半部就是 RISC-V 的处理器。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把我们要的功能放在硬体加速，还是放在处理器。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第2个 demo， 大家等一下去后面看，我们把影像处理放在处理器上面。那它的好处是，我用软体来处理的话，可以加速我开发的速度。那如果最后 performance 如果我还想要再增加的话，我可以再把软体 implement 成硬体，再放在上方的电路。然后这个也是大家有兴趣，等一下可以到我们后面直接观赏的。那这个影像demo 影像我就先跳过，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准备另外2个 demo， 一个只不过今天这个没有带来展场，一个是 H.264， 这个会示范说我们用硬体加速电路来做资料压缩，然后我们再利用 Linux 把它转成 Stream Data， 再透过 Gigabit 的 Ethernet 把压缩过后的资料往外传。
那右边的部分就是一个简单的 bare metal， 那这个 bare metal 会来控制我们一些简单的影像处理。好，最后这是我们的结论的部分哈。今天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 SOC 的等级 FPGA， 然后它是用 RISC-V 架构的处理器，再加上我们的 FPGA 的硬体电路所集成的。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就是它的低功耗特性，除了它本身是 Flash base 可以带来低功耗之外，然后另外它 RISC-V 我们选择了 RISC-V 的这个架构，也可以帮助我们来降低功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信赖性，我们 Flash base 的 FPGA 会有比较高的信赖性。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主打的 AMP mode， 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后面观赏哈。我们可以同时执行 real time 的 OS， 还有执行 Linux。那针对 PolarFire SOC 这个 SOC 等级的 FPGA，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料，再欢迎到我们 Microchip 的官网上来搜寻更多的资料。好，谢谢大家，谢谢。